朋友们，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报道。开始时，我看到的是这个标题：俄罗斯把几乎所有的石油都出口到了中国和印度。但是，等我准备要着手翻译该报道时，点击进去却变成了另外的标题。我们来看看：自欧盟禁运以来，俄罗斯将石油转运到中国和印度。欧盟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实施制裁，导致俄罗斯把石油出口转向别处。中国和印度现在是主要买家，欧洲几乎不再发挥作用。据俄罗斯称，它已将几乎所有的石油出口转向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占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近90%。据负责能源事务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称，仅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就有45%至50%供应给了中国，另外40%供应给了印度，只有4%到5%出口到欧洲。另一方面，欧洲作为俄罗斯石油进口方的作用正在减弱。诺瓦克说，我们以前向欧洲供应40%至45%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量，但我们预计到今年底，这数字将不超过4%或5%。去年，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欧盟成员国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制裁规定，只有因地理位置而特别依赖俄罗斯供应的欧盟成员国可以例外。欧洲的印度石油，例如，印度此前几乎没有从俄罗斯购买过石油。据媒体报道，印度能够从俄罗斯购买优惠价的原油，提炼后卖给欧洲客户。尽管这些采购是合法的，但批评人士认为他们规避了西方的制裁。据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2023年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约为880亿欧元。这位政治人物说，这使收入达到与2021年相当的水平。据诺瓦克称，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27%，占该国出口收入的57%。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也增加了。去年，俄罗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也增加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Gazprom 几周前宣布，预计今年对华天然气供应量将从115亿立方米增加到220亿立方米。欧盟国家继续通过一些小型管道接收俄罗斯天然气，但主要还是通过液化天然气 LNG。目前约有一半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最终到达欧盟国家。好，这就是报道的全部。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可以说是自掘坟墓的弱智行为，也是脱裤子放屁的流氓行为。刚才本报道提到，其实俄罗斯的石油及天然气最终都有相当大比例被欧盟国家进口，或通过印度，或以液化气的形式，只不过欧洲人以更高的价格间接进口俄罗斯能源而已。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弱智的欧洲政客，这么卖国的欧洲政客，竟然没有欧洲人起来造反。看来呀，人一民主脑就残了。我们来看一篇延伸阅读的其中部分。它的标题是：欧盟和德国仍然欢迎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德国和欧盟不再希望通过天然气销售来资助普京的战争，但在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面前，欧盟的决定不堪一击。液化天然气继续进入欧盟，德国甚至还从出口中赚钱。俄罗斯的液化气利润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欧盟国家的需求。目前，欧盟国家购买了52%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好，朋友们，所以说啊，欧盟说制裁俄罗斯能源，简直是在侮辱人的智商。欧洲人的智商真的感人呢。说制裁俄罗斯能源，那是皇帝新装，因为那是在骗他们自己。对于俄罗斯的石油都出口到了中国和印度，但其实德国间接进口俄罗斯能源及石油和液化气。那德国网友们怎么看呢？其实非常精彩，我觉得娱乐性挺高的。第一条评论，然后以10倍的价格卖给德国，真聪明。下一条评论，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那里以小额溢价购买了。这样的制裁政策真是太棒了。
下一条评论，我们从印度高价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因为我们没有直接从俄罗斯购买，所以我们感觉良好。此外，印度还从我们这里得到额外的发展援助，真是笑死人了。下一条评论，现在德国正努力通过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这就是愚蠢的制裁和绿党政治。下一条评论，制裁已经奏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制裁。下一条评论，我们几乎所有的石油都是间接从印度购买的。下一条评论，幸运的是，俄罗斯并不知道我们的石油来自印度，否则毛子们会大发雷霆的。下一条评论，另外呀，中印两国还获得发展援助，太搞笑了。下一条评论，转到印度，德国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吗？下一条评论，他这么说，为什么呢？然后他贴出了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说的话，大意是：这是荒谬的，完全是疯狂的，这是个笑柄，这就是德国联邦政府的样子，它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下条评论，好吧，制裁确实收到了成效，全世界都真的孤立普京。越来越清楚的是，媒体总是告诉我们绝对的真相。下一条评论，靠，也太蠢了！我们想出了一个制裁的好主意，最主要的是，我们老百姓要为石油和天然气多付很多钱，至少这让绿党那些碳排放邪教分子们感到高兴。下一条评论，在印度贴上新标签，接着转运到德国，是这样进行制裁的。下一条评论，印度事先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而德国再从印度购买这些昂贵的石油。如果制裁的目的是在不损害俄罗斯的情况下损害德国，那么制裁是有效的。好朋友们，反正大多数评论都是无力吐槽德国花高价从印度进口昂贵的俄罗斯石油，可是大家都束手无策，正应验了自己约的炮寒了也要打完这样的话。而且我观察，几乎所有的网友都认为，重新进行大选，用选票把这届政府拉下台，问题自动就解决了。凡是有问题靠选举就可以解决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逻辑吧？为什么他们就看不见这个制度设计的缺陷呢？我们再往下看，但德国正在拯救世界，是时候进行政治变革了。下一条评论，中国和印度用上了廉价能源，而德国却因能源成本过高而衰落，这才叫有效的发展援助。下一条评论，是呀，我们有史上最脑残的政府。下一条评论，对德国纳税人的制裁正在起作用。下一条评论，德国以双倍的价格从印度进口，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睿智的战略大师组成的政府。下一条评论，今年仅发展援助这一项，印度就从德国得到了9.88亿欧元。发展援助是无偿的，作为回报，我们从印度获得了从俄罗斯出口的昂贵石油。这是一个聪明的政府，与我们天真的人民形成鲜明对比。下一条评论，德国以3到5倍的价格从印度采购，难道俄罗斯之前卖给印度的不是俄罗斯石油吗？下一条评论，俄罗斯用石油购买武器，同时俄罗斯从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德国认为可以在事业上收买朋友，这个世界只想要我们最好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小钱，而我们却面带笑容的把钱给了他们。下一条评论，只有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制裁才会奏效。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的最大支持者。然后我们从印度购买用俄罗斯石油制成的柴油，印度只考虑自己，中国当然也是如此。德国只是点评，德国当然不考虑自己，他们只考虑美国。下一条评论，我们制裁俄罗斯的原材料，同时给印度提供发展援助，这不是典型的双赢吗？下一条评论，
德国以高出10倍的价格从印度购买石油，作为感谢，德国向印度支付发展援助，制裁真有效，我吐了。德国知识点评，哈哈哈，德国网友们越来越夸张了。前面有人说德国花2倍的价格，后来有人说花3到5倍的价格，现在这位哥们儿竟然说花10倍的高价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下一条评论，德国政府里的3剑客哈贝克、贝尔伯克和肖尔茨这3位脑残杂技演员们，已经从他们的意识形态大脑中挤出了毁灭鹅毛子的绝对顶级计划，令人肃然起敬。请立即授予这3位大脑称号。下一条评论，印度是欧洲的中转站，只是价格是欧洲的10倍，被榨干的人民必须直接在加油站或取暖时买单，此外还要缴纳高昂的税负，这使得德国人越来越难以负担体面的生活。下一条评论，然后俄罗斯的能源绕道来到德国，与亚洲相比，德国和欧盟在经济上已不再可行，但可笑的是，德国却恰恰向印度提供大量资金，并在那里建立销售网络，以此作为中国的替代选择，真可笑啊！下一条评论，由于美国、欧盟和德国的助力，俄罗斯的石油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许俄罗斯会捐点钱援助乌克兰吧？泽连斯基已经提出了他的首个乞丐请求了吗？下一条评论，印度人用我们提供的数十亿气候基金和发展援助，从俄罗斯人那里购买石油，然后我们用昂贵的钱购买印度提炼的俄罗斯汽油和柴油，然后我们问心无愧。哦天哪，全世界都在嘲笑我们呢！呵呵，朋友们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刚才所有的网友评论啊，都成了一场吐槽盛宴啊，太欢乐了。虽然我也是德国公民，但我还是想说，德国人活该。这脑残政府还不是脑残选民用那张所谓的民主选票选出来的吗？